美国贸易岛1000美刀一晚的华尔道夫酒店真实测评，真的美到不像现实。一打开海景房阳台，眼前就是一整片蓝到发光的太平洋。海风吹过来那一刻，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酒店里面超级大，光泳池就有好多种，还有滑梯、无边泳池和超舒服的躺椅，随手一拍都是度假大片。白天在酒店自己的沙滩晒太阳、看海发呆，晚上还能一边吃饭一边看夏威夷传统舞蹈表演，氛围感直接拉满。在这里住几天真的特别享受，就是价格太贵了。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酒店这边，刚准备下车，门口的服务员已经很热情的上来了，帮我们主动拎包，帮我们主动停车。但是这个停车费一晚上真的不便宜，一晚上就要75美刀，再给停车员一点小费，基本上一天就要$100。我们现在先去酒店大堂里面 check in 一下，然后拿个房间带大家看看房间，再去酒店里面看看它的设施。可能许多朋友们听说过希尔顿，但是没听说过华尔道夫。华尔道夫是希尔顿集团旗下顶级奢华的一个品牌，优点就是豪华，住得舒服，缺点就是贵。我们今天入住的是位于夏威夷贸易岛的华尔道夫度假酒店。现在先来前台这边，小姐姐会帮我们 check in 一下，然后我们就去房间。整个酒店非常大，去房间的路上这边还有许多商店可以供我们采购。如果不说这是一个酒店，我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购物中心。贸易岛的华尔道夫，它坐落于贸易岛西南海岸著名的华丽度假区维利亚。这里以晴朗的天气、细腻的金色沙滩和壮丽的落日景观而闻名。酒店最著名的一点就是它拥有自己的私人沙滩，还拥有一个热带园林。酒店拥有近800间客房、套房以及更为私密的独栋别墅。像我今天住的房间是个海景房，所以可以看到壮丽的海景、园林景观以及哈雷阿卡拉火山景。进入房间，感觉房间的面积倒是挺大的，而且房间也是非常的凉爽、干净整洁。浴室也是非常大，它这边有一个可以洗澡的浴池，然后还有一个冲澡的淋浴区。不过房间的总体色调主要为白色，我感觉太白了，反而有点太简单。它的设施就跟普通酒店的设施差不多，可能用的牌子会比较好吧。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感觉最近一直在旅游，又吃胖了，回去还要减肥。这边是它的吧台区，里面放了几个咖啡，下面有个小冰箱，冰箱里面有2瓶矿泉水可以喝。像网上订的时候，不同房间价格也不一样，海景房可能会贵一点，要是普通的景色的话，就会稍微便宜个$100-200。我们现在走到阳台，看看外面的海景长什么样子。打开门，我们立马就能听到外面的水流声和鸟叫声。3号设地，刚刚带大家参观体验一下这个$1000一晚上的这个华尔道夫酒店。感觉吧，这个房间风景是非常好，对面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对面还有山，感觉整个贸易岛的风景是非常好看。这个酒店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的。我们现在再去酒店附近去探索一下，因为酒店大厅都是开放的，所以有许多动物直接走进来了。这两边还有许多雕像，是当地夏威夷人的雕像。来到大厅，感觉整个酒店的风格属于这种宏伟的老派奢华酒店与现代夏威夷庄园风情的完美结合。整个酒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座气势磅礴、充满艺术底蕴，同时带有浓厚热带海岛度假感的奢华巨无霸宫殿。现在我们看到的小教堂也是当地的一个打卡网红点，经常能看到许多网红博主在小红书上发在这里的照片。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整个酒店，可以发现酒店的建筑与主轴线呈现出了一种古典宫殿的对称美。现在我们来到酒店的健身房这边，看看健身房长什么样子。没想到健身房里面的人还挺多的，我以为大部分人来这边就是在户外度假享受的，没想到还有这么自律的人，住酒店都要来健身房健身。不过健身房里面的设施倒是挺齐全的，什么跑步机呀、拉伸运动呀、有氧运动的器械这边都可以找到。健身房旁边就是它的美容 SPA， 在这边可以做一些面部保健，还有美甲呀、理发呀之类的服务。里面的美容院一进去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香气，反正总体装修风格属于这种比较温馨又高大上档次的感觉。里面还有人现场在做美甲，然后这边还在卖一些护肤品、化妆品之类的。
反正看了一眼价格都贵的要死啊！我们现在找前台服务员看看价格，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做的项目。按摩90分钟$400，理个发要$70，感觉价格有点小贵啊。想了一下，还是不做了吧。我们到酒店大堂发现他这边活动也挺多的，网上可以注册一些免费的活动，比方说早上可以教你怎么跳当地的夏威夷舞，还有其他一些普拉提啊活动。整个酒店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热带雨林区，里面分布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热带雨林植物，而在热带雨林植物里面夹杂着许多游泳池还有滑道，同时也有一些温泉，所以我非常建议至少要在这个酒店里面好好的享受1天半。酒店的服务也是非常的好，只要我们需要跟旁边的服务员呼喊一声，他就会把浴巾送过来。泳池旁边还有许多温泉 SPA 可以供我们使用，而且酒店里面所有的设施都是完全免费的，这边走到高处就能看到其他几个游泳池，还有外面的大海。如果游累了，我们就可以直接躺在它旁边的椅子上，椅子上面还有2维码，可以扫码点餐，点一些饮品之类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说这是由9个不同的游泳池连接而成的一个巨型水上峡谷，包含了4级滑水道，还有激流勇进、人工滑索秋千之类的。我们现在来到了酒店它私人的沙滩，前台服务员小姐姐跟我说，我们必须要戴白色的手环才能进来，主要是为了不让外人进来，顺便限制一下客流，给大家更好的住宿体验。反正整个沙滩的面积不是特别大吧，走个大概20分钟就能走完，但是这里的风景是非常的好，尤其是坐在沙滩这边可以看到日落。酒店里面本身也有5-6个餐厅，有很好吃的寿司，也有地道的夏威夷美食，当然价格都是出奇的贵。我们溜达了一圈，现在又溜达回了酒店草坪这边。这边好像有一个公司在办什么活动，估计是哪个土豪公司请员工来这边休闲度假一下。酒店还会举办夏威夷舞蹈晚宴，可以边看夏威夷人的特色火圈表演，还可以享受当地的美食。不过价格也是确实有点小贵，好像一位就$200-300。所以说，如果想真的全部体验整个豪华酒店的服务，真的是要花许多钱。太阳现在也落日了，我们等一下就早早休息，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去酒店里面吃个早餐。The next day， 酒店我住了2个晚上，第1个晚上睡得还是不错，第2个晚上不知道是隔壁住人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起来有点吵，可以听到隔壁人说话。现在我们在酒店的小商店或者是咖啡店里面卖一些面包呀，还有速食早餐，价格的话基本上就是$10左右。大家好，帅弟，昨天晚上睡了1个晚上，我感觉他家的这个床非常的软，睡醒之后整个人是非常的放松，然后感觉这家店这个空调也是比较不吵的，所以睡眠质量非常的高。然后早饭我们来这方随便吃一点，他这家自助早餐要$65一位，有点小贵，我们就去他楼下的这个咖啡店买点甜点自己吃就行了。吃完早餐，我们再四处转一转。据说这个酒店的前主人是一位狂热的艺术家，所以整个酒店里面有许多的收藏品。酒店也呈现了这种古典优雅的古典风。远处的教堂平常还是可以进去的，可能是因为早上不开门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没进去。旁边的鱼塘里面还有许多金鱼。我们现在在早上起来去游会泳。昨天因为到酒店有点累，所以没有游泳，今天一定要好好享受一下在泳池里面游泳泡温泉的感觉。这个山上的温泉是我最喜欢的温泉，在这里可以看到对面的大海。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泳池的温泉处，这个温泉的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站起来望过去，前面就是大海，非常的享受。强烈建议大家至少花个1天时间，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酒店的设施，不然真的有点亏本。这里还有一个水上的酒吧，感觉买杯酒在这里面游泳也挺舒服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